来期待一下这一场16进8的关键之战。U7的全局 BP， 蓝色方是上海 RNGM， 红色方是成都 AG 超玩会。两个队伍都是来自 KPL 同级别赛道的队伍，所以不含挑战者的祝福。先把海诺想要拿空空儿，那我看 AG 这里选不选择放，没选择放，直接做一手对位扳。这时候就要看后手盾山和鲁班大师之间怎么说。那上海 RNGM 是搬了一个苏烈，搬苏烈的话，看 AG 这边要不要考虑搬盾山？哦，直接是搬掉了盾山，然后放了鲁大。那放鲁大之后，看 RNGM 他是接不接这个鲁班大师？要接，直接接招。那接鲁班大师的话 ，AG 这边选择就很多了，狄仁杰、老虎、火舞这几个都是可以在前置位出掉的，以及中域的镜也是可以用的。选择直接拿老虎，拿老虎加狄仁杰的话，拿 RNGM 的辩证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橘右京加吃叉。 或者说先把这个火舞抢掉也行，做拆解还是拿自己的。最近挑杯的鲁班父子的出场率已经非常低了。是的，不过这里 RNGM 并没有选择用橘右京去对位这个裴擒虎，而是用杨戬这个点拎出来，做了一个蓝色方2、3楼就是摇摆的一个选择，因为杨戬现在打野和对抗路都能出，而吃叉也是在发育路和对抗路上面目前比赛用的比较不多。 但杨戬大部分还是放在打野位。之前 UUG 那场比赛，阿蛋是把他摇摆到了一个对抗路。对，那 AG 这边选择就是出海月，出海月这个点的话，可以有一个固定战场的能力，也可以去盯你一手杨戬和吃叉进场。那后手 AG 这里就要搬 RNGM 的搭子了。敖影这2天出场比较频繁的，搭配鲁班大师的，鲁班7号也搬掉。但吃叉其实也在一个摇摆的位置上面。是的。 他其实就是把你吃叉逼到发育路去。RNGM 是搬了狂铁和蒙恬这2个可以配野和老虎好用的2个对抗路，还是个关羽。那只能拿夏洛特了。对，夏洛特或者司空震，这里出曹操也行。曹操这个点在中后期单带上面打对手的一个吃叉杨戬都是随便打的。武将本将，艾琳加女娲。 那这样定阵了，定阵就是吃叉走一个对抗路，然后杨戬打野，艾琳在下路对位狄仁杰，然后女娲这个点的话也是打海月会好打一点的，只不过这个阵容整体看下来会稍微弱一点，核太多了。成都一商会的最后一楼是给到大帅这里拿了一手张飞，那这个阵容其实就很全面了，有前排有坦度。 同时还有一个海月可以做一个固定战场，后期是让曹操来托底。对，整体来看 ，AG 5个位置的英雄都是做了一手不怕鲁班大师开团的英雄。张飞大招可以在鲁班大师跳上来开反开，狄仁杰2技能解控，然后海月大招鲁班大师跳上来，海月可以直接拉。老虎也有位移，曹操大招也可以解一手控。RNGM 的话，这边主要是打，如果是不依赖鲁班大师开团的情况下，就是靠这手艾琳以及女娲消耗为主，让他们 在血量上面以及手长的优势上发挥出他们这个阵容的一个特点，然后让杨戬以及吃叉在打团的时候经常打收割。对，而且杨戬这个点的话，虽然说这局没有朵莉亚给他做搭配刷双大，但是这一把有一个鲁班大师，相当于给杨戬创造了一个可以苟进去，再点个链子拉回来的环境，让他增加了一些进场的容错率。 但问题还是在于，想要把这个阵容发育成型，跟 AG 这边有一战之力的话，得要拖到中后期。 是的，只有在中后期之后，女娲伤害足够高的情况下，她的一个手长优势才能发挥出来。你前期的话，你在拼中轴线权的时候是拼不过海月的，完全拼不过。依靠自己2技能，包括老虎这一把，他的速率也会要更快一些。这把他可以跟张飞2个人做一波联动，然后把这个河道的视野给卡住，帮忙海月固定住河道的位置。RNGM 看看这把樱花吃叉的发挥吧。其实这2天整体看下来，吃叉的扳率以及选率都非常高，但整体的胜率一般，胜率很低。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现在吃叉它往往是作为阵容里的一个摇摆位去出的，就是为了让 BP 可以变得更好做一点。但是
因为他出的早的原因，就导致于对手可以根据你吃叉的一个选择，去选出一些我不怕吃叉的阵容，做 counter， 就像前天出的巅峰对决阵容一样，就吃叉登场，然后包括我记得就是当时也有一些社区的讨论在说嘛，感觉鲁班父子的时代有点落幕了，是就看到巅峰对决大家的阵容选择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理解。这一把的话，成都 A 昌会其实拿着这个阵容体系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一套。对，老虎加狄仁杰专门打鲁班大师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海月这个英雄。海月这个英雄可能就是他们新的一个理解了，因为往往在中路英雄的选择上去打鲁班大师的阵容的时候，都是考虑一种你开我不好开的选择。所以像出到杨玉环啊、火舞啊这种英雄，要么就手长的沈梦溪啊、嬴政这种是比较多的。但是像海月这个点的话，他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开我，我可以点大招。就是你开到我的同时，我可以把你拉走，也是有个这样的效果。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前期清线能力特别强，还能够去主动出击，我还能主动去开团去盯你一个人，直接拉走固定战场，配合张飞在外面守一个海月大招的出口，这个大团会更加的主动。来蹲这个落点，而且长生在本次年总期间，他的海月也是保持了100%的一个胜率，拿了4次。今年全年度一共是拿了14场，只输了2次。这个胜率也非常的可怕。今天的上海 RNGM 要面临到成都 AG 超会这场比赛，大家赛前有很多人在讨论关于 RNGM 的签运啊等等，但是我觉得作为同级别赛道的队伍，包括你在挑战者杯的舞台上面，如果你想要走到最后，那么你要无畏于面前的任何一个对手、任何一个强敌，无疑是场硬仗，但是也要全力以赴，一同期待一下双方的 BO7 的第一小局。蓝色方上海 RNGM， 红色方成都 AG 超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超。这个开局赤诚在干大事儿，然后长生直接是从河道走了下去。他是看到的，但看到了不管，直接是冲着他们最开始的策略去进行的，就是保下路的这个红隼，把红隼拿到，然后去拿下路资源。主要就是看后续这边中艺如何去弥补这一个蓝 buff 的一个损失。但上 RNGM 是让雨空这里去防守了一下自己的上半途野区 ，AG 的选择直接去3人抱团抢中，然后上路有一个空间之灵，那这波野区不好进了，速率上稍微慢了一点，这空间之灵的话是要被樱花打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在开局野区的部署上，小资源的争夺上是的。给到的是中艺的第一视角，这个中路只能等一个后线，但感觉 AG 现在的思路就是多人抱中抱团一起刷野，然后帮打野这里提速，然后让等级提得更快一些。他这里的话，这把更多的是老虎要帮一个中上，帮中上稳曹操的一个对线，然后老虎自己的话吃2线，经济补得高一点，不然的话到中期很难跟这个杨戬拼的。但现在等级上的话，赤诚是要更领先一步的，先行到了5级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AG 这里红蓝 buff 它的速率是一致的，因为刚刚杨戬进去是的反了一波嘛。所以赤诚这里的话，他的一个刷野路线会在这把上面规划的很好。AG 的话，他难受的地方就是野区的刷新速率会很差，主要是2个 buff， 所以刚刚是让大帅和一诺这里去卡了一下自己下半途野区的入口。是的，就比如说中艺的这个蓝野区已经放好久了，但赤诚这边的话就是红区刚打完，然后可以去中路蹭个线，然后再回蓝区，他这样刷的话，这个节奏会更好，他的发育节奏会比老虎好很多。再到这一波，中路线也到了，但是这个蓝已经放了太久了。对，少吃了一个兵。看女娲下路有想法，
一诺这里直接交了一个闪现，大帅用一手云旋做波拆火，大招反吼。这里鲁班大师想拉，然后艾琳补了一下伤害，拿到第一滴血，狄仁杰倒了。但极光这里有点难走了，女娲赶紧带有自己矩阵跟一技能推了一下，但是极光还是没能活下来。这个击败是给到了大帅，两边做了波1换1。然后九库正常在看个河道视野，看一手 AG 的支援，然后来判断女娲这波选择直接走还是再消耗一下。当时他们下路的一波 RNGM 的决策就是看到老虎是往上去了，往上去了之后，然后女娲这里策划一手下路直接打一波3打2，先逼了狄仁杰闪，然后狄仁杰又没有2技能，直接被鲁班大师带回来。这个其实是从前面开局的这个野区速率，再到中线后清的一个连锁反应。没错。正面海月这里正面固定了一下战场，杨戬正好触发自己法庭象帝，3段激光，女娲3技能落地，再收一个残血的张飞。那看一下长生有点难走了，幻境里出来之后也被激光给收了下来。上海 RNGM 前期的节奏顺风顺水。AG 这个前期已经是非常爆炸的一个局面了，中下半途整个都有点崩掉，中轴没线权，下路没优势，龙也被控，现在就只能靠曹操了。然后看赤诚已经开始在野区横行霸道了，再配合下路把塔拔掉之后，这个蓝 buff 也是可以反掉的，正好有一手惩击留着。这个开局不走寻常路啊，大胆进了一下老虎的野区，进成功了，后面还因为一波中线，先拿到线权之后，直接下路起了波节奏。没错。经济上的话，现在上海 RNGM 小优，这个蓝是直接给到樱花了。这待遇。因为对抗路吃叉是比较缺蓝的，这给他蓝之后，他就可以频繁的去打消耗了。技能的冷却也会很快。现在 RNGM 身上还有暴君 buff 的，所以 AG 这里要选择做一波避战。狗中拎到是一个有大的张飞，想要逼张飞一个大招，但是大帅的大招捏得非常稳。看这个小地图动向 ，AG 应该是要做节奏置换打上半图了。这一波九库链子给到了雨空的女娲，想要去拦人，远距离的矩阵卡了一手，这里曹操被拉了回来，最后赤诚跟上了伤害，曹操倒了。然后中医这里虎形态赶紧跳走，上路的一塔应该是守不了了。这波是 AG， 他想老虎曹操抢一个速率，趁着 RNG 的人没来，先去试着抓一波吃叉，看能不能把吃叉抓掉。但是樱花他这里一点都不恋战，是属于一个你来我就直接走的一个状态。然后九库感受到这个信号之后，立马包过去。而曹操在没了大招之后，被鲁班大师贴身以后，那个距离，就算他想交闪现，还是会被拉回来，完全走不了。对。当时 AG 可能自己的判断是，其他3个人已经都在上半图了嘛，这里可以先压一波，然后找波机会。但随之而来，又被反掉。是的。这个等于前面下半图打的那2波骷髅还没补上，又出了更大的坑。而且越往后期 ，RNGM 围着女娲、艾琳打消耗，他们会越好打。只要打团的时候阵型不散，不给曹操切进来的机会 ，RNGM 保着他们的一个后排双 C 打的话，这个团战赢面会很高。看一诺的出装，他在闪电匕首之后已经开始在做防装了，先补了一个神医斗篷。是的，因为这一把极光他的一个出装上面是做了一个法装，金色圣剑法爆流，然后再加上女娲这个英雄本身打狄仁杰就好打，所以这把一诺第2件选择这个魔云斗篷是非常到位的。正面大帅就想开，大招吼了一下，但是老虎这里还是没能救得了。女娲完成了一波3连群控，关键控制，正好杨戬出发法庭上被海月给拉走了，但长生这里面队友已经选择了撤退，没有人可以接他落点，直接倒在了幻境里。赤诚完成了2连击破，闪现再接普攻，有红 buff 的艾琳粘到了狄仁杰，差了一丝伤害，就是一闪的那一个伤害没满上，还有那个神医斗篷起作用了。他如果一闪的伤害正好是正中狄仁杰的话，这波后续是能够杀的，但是他那个一闪那个一技能位置有点偏。但现在这个局面，上海 RNGM 已经达成了5000的经济优势了。前面在分析阵容的时候有聊到 ，RNGM 这个阵容是有点偏多核心，有点中后期打团的意思，但是前期的优势太顺了，太大了，太顺了。现在所有的野区资源 ，AG 基本上不用看了，只能抱团。一起补线，没错。然后 RNGM 的话，他们作为进攻方，则是
等到下一波8分钟，就8分钟后面这波要刷的一个小暴君可以考虑拿掉。先选择拿一个先知主宰，然后再把野区全部顺完。10分钟龙团有一战之力吗 ？AG 的话不好说。你正常来讲，这个经济差那肯定是没有一战之力的。但是 AG 这10分钟闹钟有点玄乎啊。不过我估计大概率啊，会避战，也是没一战之力的。这种情况就是出去就要被开。因为严格意义上讲 ，AG 这个阵容就是张飞的单前排，他们也是要打优势的这种固定战场，靠海月拉走一个点，然后让狄仁杰和老虎这里进场打伤害的。没错。但现在经济差有点太大了。这波的话是杨姐妹摸出一个法庭象帝，但是无伤大雅。下路这个龙兵可以先行消耗一下。 现在就等于提前来到女王和艾琳这种手长消耗的局面。哎，这一波樱木虽然已经出到了魔域斗篷，但还是被杨戬杀给灌死了。张飞有点回不去了，还是被樱花的吃杀给收了下来。鲁班大师链子给到了艾琳，那中路的高地也可以破掉9分22秒。这波正面 AG 是少人的。对，这波 RNG 还想再压一下，再破一个下路高地。下路有龙兵，直接压。 压完再把野区资源一顺，就等后面10分钟的龙了。哇，女娲也很绝，3技能直接传过来，还要保住这个红。这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什么资源都不愿意放给对手。没错。10分钟的节点 ，AG 这是不能出来的。 如果3高全在，我们还可以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兵线上运营一下，但是已经破了2高，整个下半图没有兵线优势了。现在已经是没法运营，只能等 RNGM 压上来，然后守高地的时候找机会了。但是今天的 RNGM 就从刚刚雨空那一波3技能传过去保 buff 就可以看到，他们现在不想给 AG 任何一丝翻盘以及喘息的机会。没错，包括极光他今天登场。 选择艾琳之后，第2件装备的选择都是一个辉月，出辉月就完全不给海月找一个单拉他的机会。你拉了也杀不了，而且现在海月的这个经济啊，它是梦魇加上一个守护者和日暮，幻境里也打不过。一个双龙会。 现在是 RNGM 领先8000，领先8000的话，再加上这波双龙，他很有机会可以一波终结比赛。我觉得今天首先 RNGM 的 BP 上做的是比较大胆的，然后再到这个开局的禁蓝，上路高地有暗影之境在 ，AG 这里不是很好守啊，3波兵线压力有点太大了，11分钟17秒，3高全破。 等上路的大龙兵，等上路这波暗影主宰逼近的时候，就是双方要动手的时候。看一下这一波，曹操正面开启个连斩，但是智人这里非常肉，有点打不太动。张飞这边吼了一声大招，但是长生已经倒下了，还有完全站不住。虽然这里是完成了对于杨戬的终结，上路这个龙兵还有一条，女娲用自己的诛灭再打了一波消耗。樱花。 进场直接先把老虎打退，大帅张飞有点差，再把曹操压退，这个时候可以点水晶。张飞已经没有大招了，那直接水晶点掉就可以，让我们恭喜上海 RNGM BO7先拔头筹。而且这第1局可以说的是一个碾压局了。